巴基斯坦的修理工有多硬核？他们的宗旨既然是只修不换。刚送走一车人的报废方向机，老板如获至宝的从废品站把它带回了店里，打算翻新修复好了再重新出售。没想到拆开螺杆一看，上面出现了很大一道裂痕，螺杆都断成2截了，阀芯也已经严重变形。当我们还在考虑它还能不能修的时候，老板已经把它拿到车床这边，给这位上漆焊接曲轴的师傅进行维修。师傅按照往常的经验，先用尺子测量螺纹的长度，以确保修复好后无误差。想要把它焊接得更牢固一点，必须得利用车床把螺杆断开的地方车出来宽敞一点，再重新填焊。因为螺杆是用45号钢制作出来的，上面还有一层很厚的铬，非常坚硬，有很高的耐磨能力，所以在车削的过程中才发出来这么刺耳的声音，听起来非常上头，让熬夜看世界杯的你瞬间清醒，大喊中国队加油。好了，我们言归正传，要不然连车床都听不下去了。现在刀头直冒火星，这车削过程不光很讲究技术，而且还很费车刀。但是把镀铬层车削掉之后，看起来还是很丝滑的，跟看修马蹄一样解压。把2头都车削完成后，就可以把它们拼接起来了。拼接最讲究的还是校正这一个步骤，但对于师傅来说却是小问题。师傅首先将一头固定在找盘上，然后利用画针找正，都不需要用到百分表。师傅校正好后，用顶针顶住螺杆另一头，将它们拼接起来。再开启车床检查工件的跳动情况，并用尺子测量长度，查看是否无偏差。接下来就可以进行堆焊了。平时师傅都是选用422的焊条进行焊接，因为材料的原因，这次师傅选用的是507焊条进行焊接，它强度更好，螺杆后续更加耐用。师傅说，就算再断，也是断在其他的地方，焊接的地方不会断。这也是师傅从业10年所总结出来的结论，正常情况不会有问题，有问题就得吃洗。焊接完成后，师傅首先把外缘车削平整，接着再车削螺纹，因为这些螺纹槽内是安装钢珠的，车出来的凹槽一定要全部一致，否则方向机就会出现卡顿现象。所以师傅车削出螺纹的大概轮廓后，还需要把车刀打磨成圆弧槽刀，然后再进行车削加工。做过车床的都知道，车螺纹不但对车工的技术要求含量非常的高，而且还非常需要耐心。新手可能光计算工制螺纹牙深都要算上半个钟。每次进走刀量还不能过多，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。车削完成后，用锉刀把刚才焊接飞出来的焊点打磨平整。作为一名巴基斯坦维修工，精益求精是必不可少的，所以师傅用锉刀打磨完成后，再利用砂纸进行打磨抛光一遍。抛光完成后，这根螺杆看起来光亮如新，简直跟新的没什么区别。接下来再把变形的阀芯拿到压床这边，利用压床把阀芯慢慢校正回原位。然后再把它装回螺杆内，就大功告成了。为师傅高超的手艺点赞，不愧是8级钳工，难怪这里生意会这么好。